我的娘哎！今儿尚书府千金嫁状元，这是大禹里抬错门了。你们是江家屠苏？是啊，姑娘咋了？我们是礼部尚书府上等了我家小姐的轿子，怎么会到这里来？礼部尚书，完了！江山那小子早上灌了2斤黄酒，拜完堂就把新娘子扶进新房了，这不是要了命了？我的老天爷呀！山子！媳妇儿，你别躲呀，让俺看看。造孽呀，真是造孽呀！俺娘说了，从今往后你就是俺江山的女人，俺保你顿顿有肉吃。山子，你开门！你个混账东西，快给我开门！爹娘，你们咋来了？这是俺媳妇儿，你们看，长得多俊。真是刘小姐，我的天，这可怎么收场啊？你看江山那傻样，还乐呢，这祸闯大了，怕是要灭门呐！媳妇儿，小心！刘大人，你慢点儿！反了天了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是大禹闹的误会，全是我们的错，求大人高抬贵手。爹娘，啥情况啊？这不是俺媳妇儿。你这个屠夫，你毁了我女儿的清白！来人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！出了事，本官一力承担。谁敢动俺家里人，先过俺这一关！都住手！女儿不孝。江屠户，你好自为之！那一天，我家屠户院里终究是留下了本该是状元夫人的尚书千金，成了我江家的新嫂子。这可咋办啊？人家是千金小姐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让她跟着我们杀猪卖肉，不是作孽吗？还能咋办？生米都煮成熟饭了。你听这动静，江山这是心里憋屈呢。换谁都懵，好好的亲事变成这样，娶了个天仙，却不知道该怎么疼。那个，洗把脸吧。早饭娘熬了粥，你喝点儿。你别怕，俺不是坏人。昨天是俺喝多了，是俺不对。你要打要骂都成，别憋着自己。你叫江山？对，俺叫江山。山水的山？不是，大山的山。哦。饿了吧？吃肉。咱们家的肉是全京城最好吃的。我不吃肥肉。来了，张家三娘找上门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也是可怜，好好的亲事被这场大雨搅和了，换谁不气？江山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把我张三娘的脸都丢尽了！老娘的洞房花烛夜，新郎官变成了个酸秀才，你倒好，在这金屋藏娇了是吧？张大哥，对不住，全是大禹闹的误会，我们给您赔罪了。赔罪就完了？我女儿的清白怎么办？这事儿没完！今天你们江家必须给个说法！这位姐姐，此事因我而起，与江家无关，所有的过错我一力承担。只是因缘错置，非你我所愿。如今木已成舟，再多苛责亦是无益。姐姐的损失，我愿意双倍奉还，只求姐姐能给我们彼此留一些体面。这个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嫁妆，价值100金，全当是我赔给姐姐的不是。我的天，这可是好东西！柳小姐真是大气。换做旁人，早哭天抢地了，她还能出来平息事端，不愧是尚书千金。我不要你的镯子！算了，算我张三娘倒霉。嫁个状元郎，他还嫌我粗鄙，连夜就写了和离书。这亲事不要也罢。张三娘那边算是解决了，可状元郎那边还没完。文状元托我带话。文状元说他和张三娘婚事纯属误会，两人已签和离书，一别两宽。至于柳小姐，
他深表遗憾，无意强求，只盼柳小姐日后安好。呸！说的好听，不就是嫌弃张三娘粗鲁，又不敢得罪尚书府，赶紧把自己摘干净。哼，真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他娘，你说尚书大人那边会不会……还能咋样？女儿都认了，他还能抢回去不成？只是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日子就这么尴尬又平静的过了下来。嫂子话很少，她不吃油腻的荤腥，每天只吃一点青菜米饭，人一天天瘦下去。我哥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太甜了，我不吃。他嘴笨，不知道该怎么关心人，他只会用自己的方式笨拙的讨好嫂子，却次次都弄巧成拙。我知道这盏灯花了他半个月的积蓄。这个亮不伤眼睛。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有什么在悄悄改变。嫂子开始尝试着走出房门，学着融入这个家。哎呀，不愧是读书人，比我这糊涂账清楚多了。这叫精细化管理。还能这么卖肉，这法子也太新鲜了。街坊们发现这样买肉方便多了，我们家的生意比以前更好了。他开始学着嫂子的样子，把自己收拾干净，还让我教他认字。他学了半天，只认得柳若云3个字，还刻在了刀柄上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动。按着倒，快吧！傻子。从那天起，我嫂子看我哥的眼神就不一样了。看啥呢？俺脸上有东西。我在想，庖丁解鱼，想必就是夫君这般模样吧。你叫俺啥？夫君啊。家里人都看出来了，这日子好像要往好了走。嫂子亲手给我哥做了2身新衣服，他穿着去卖肉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江山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娶了这么个仙女媳妇儿。切，一个杀猪的配得上人家千金小姐吗？指不定天天哭呢。就是，你懂个屁！人家小两口好着呢，你家男人背过你吗？婶儿，拿好。嫂子教他为人处事，也从我哥的身上学会了什么是生活。不对，不是这个味道。那是什么味道？小时候我娘做的，桂花香浓，甜而不腻。别进来，我自己来。若云，你尝尝。是这个味道。真的？真的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它复刻的不仅仅是桂花糕的味道，更是嫂子心里关于家的温暖记忆。若云，你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，过这种日子？爹娘，你们先进去吧，我来跟他说。我没走，我得留下给我嫂子撑腰。文状元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若云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那天的事是个意外，但你不能因为一个意外毁了自己的一生啊！我的一生，我如今有家有夫君，日子过得很好，何来毁了一说？好，在这种地方与一个粗鄙的屠夫为伍，这也叫好？你本该是状元夫人，是未来的诰命。你看看你现在满身烟火气，这双手是用来弹琴画画的。文状元，请你自重，请你自重。我现下的是江家的喜，夫君是江山。至于我的手是弹琴还是择菜，与你无关。
与我无关。若云，你何必说这种气话？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。文本状元记错了，我们只是邻居。你连夜写下和离书的时候，你我连邻居情分都没了。我那也是为了你好，我总不能娶屠户家的女儿，让你嫁屠夫，成京城笑柄。所以，为了你的名声，你就可以牺牲2个女子的幸福。文修远，你我不是一路人，你爱的是功名利禄，是状元郎的体面，而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我哥江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。而我想要的，不过是一个能为我用杀猪刀削断丝线的男人，能为我笨手笨脚学做桂花糕，能在我受委屈时把我护在身后的男人。他或许粗鄙，或许不识字，但他有一颗真心。文状元，这些你有吗？他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只是来祝我们幸福的。状元郎是吧？长得是比猪八戒好看点儿，不过俺媳妇儿说了，她不喜欢你这种小白脸儿。娘，晚上炖肉，给若云补补。文修远灰溜溜的走了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来过。我哥的心里却好像种下了一根刺。若云，那个小白脸说的是真的吗？嗯。你后悔了吗？如果那天没抬错轿子，你现在就是状元夫人，穿金戴银，不用闻猪肉腥味。江山，状元夫人听起来是很好，但那不是我。在尚书府，我是父亲的棋子，家族的门面；在状元府，我或许会成为状元郎的摆设，要按他们的期望去活。可是在这里，我只是江山的媳妇儿，我可以不梳妆，可以穿粗布衣服，可以坐在院子里看你磨刀，看你用屠刀给我切果子。我可以是我自己，这种日子比做状元夫人快活多了。若云，俺以后会对你更好更好。我躲在窗户后面，看到这一幕，偷偷的抹了把眼泪。真好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嫂子出的主意，让我们的猪肉铺成京城独一份的品牌老店。他开始学着跟人打交道，学着笑脸客客。他还跟嫂子学了不少字，虽然写的还是像狗爬，但至少能看懂账本了。哎呀，咋这么不小心？疼不疼啊？以后这种要动真的细活，让俺来。你拿什么来？就用它，俺能用它分开输液，就能用它给你穿针引线。嫂子的变化也很大，她的脸上有了血色，人也丰肥了一些，不再是刚来时风一吹倒的样子。若云啊，你这法子也太妙了，这针子也太香了。年底的时候，嫂子怀孕了，这下可把我爹娘乐坏了。要喝水俺给你冻，要喝水俺给你拿，你可千万别累着。夫君，我只是怀个孕，不是生病了，你太小题大做了。俺爹说了，这可是我们江家的麒麟子，金贵着呢。夫君，我突然想吃酸梅了。若云，你等着，俺这就去给你买。我哥二话不说，跑遍了全城，把所有卖酸梅的铺子都买空了。夫君，我只是想吃一颗，不是这个酸梅铺子，把他认为最好的全都捧到你面前，不管你需不需要。树大招风，我们家生意太好，终究碍了别人的眼。听说了吗？江家的猪肉不干净，吃了要生病的。这帮混蛋，俺去撕烂他们的嘴！亲者自亲，我们跟他们吵，反而落了下乘。他们闹他们的，我们做好自己的生意。谣言不攻自破后，正气的人又开始玩阴的，雇了地痞来闹事。哟，这不是尚书家的女婿吗？还干杀猪的营生。听说你媳妇儿本来是状元郎的人，捡了破鞋还当宝。跟他们置气，竟是不值得。他可以忍受别人骂他，却忍不了脏水泼到嫂子身上。老东西，还敢开门做生意，活腻歪了！我再说一遍，滚！怎么想动手？我表哥可是顺天府的捕快。顺天府，很好。
你别乱来啊！杀人是要偿命的。俺这把刀昨天刚宰了300斤的猪，今天还缺点油水，再敢来我这儿放一个屁，我就把你的腿当成这根骨头。好样的，江山！对付这帮无赖就得这么干。手疼吗？不疼，就是吓唬吓唬他们。我知道，我的夫君才不是只会动粗的莽夫，是嫂子教会了他用脑子，也是他自己学会了如何守护自己的家。政绩的麻烦没有结束，他们见硬的不行，又开始来软的。这点心意您收下，务必请柳尚书帮我这个忙。小姐，老爷请您回府一趟，有要事与您相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稍后就到。我陪你。若云，你太胡闹了！堂堂尚书千金，帮屠夫争利。父亲，我没有胡闹，我只是在帮我的夫君守护我们的家。哼，你的家？你的家在尚书府，那个猪圈一样的地方也配叫家？正记老板托我提亲，你跟屠夫和离，他八抬大轿娶你。他家所有铺子账目都交给你管，不比守着小肉铺强。父亲，您是把我当成一件可以交易的货物吗？今天为了政绩卖一次，明天为了礼记王纪再卖一次。放肆！你就是这么跟为父说话的？父亲，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当初您为了颜面默认了婚事，如今您为了利益想让我抛夫弃子，您问过我愿意吗？我不愿意。江山是我的夫君，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爹。这辈子我柳若云生是江家的人，死是家的鬼。夫君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你敢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再认我这个爹！若云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有你的地方才是家。若云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咱们不开肉铺了，你想做什么都行，咱们去开书店、开绣房都行。夫君，为什么不开了？这是我们2个人的心血，是我们家的根。别人越是看不起，我们就越要做给他们看。我们不仅要开，还要开得更大更好。我要让全京城知道，屠夫的妻子一样活得体体面面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嫂子盘下小地铺店，使了锋利的创业，扩建成了美食坊，还推出了闻所未闻的会员制。江老板，我知道，我嫂子的反击开始了。江记美食坊火了，火得一塌糊涂。嫂子推出的熟食盲盒和每日靓汤成了京城新风尚。我们家的生意比以前翻了10倍不止。他不再是那个尚书女婿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江老板。那个江老板可真有福气，娶了个有本事的仙女媳妇儿。哪里，都是我媳妇儿能干。嫂子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，行动有些不便，但她脑子没停。我们把招牌肉制品打包在一起，包装精美，当年礼最合适。当年京城最时髦的年礼，不是绫罗绸缎，而是我们江肉大礼包。咱家奉宫里的吩咐，特意来订江记的年节大礼包。柳大人，能不能帮忙走个后门，买一份江记的礼包啊？是啊，柳大人，您就行好，给我们也弄一份吧。柳尚书的脸被打得啪啪响。岂有此理！简直岂有此理！真是风水轮流转。山子，别着急，稳婆说了，若云身子好，没事的。怎么样？若云怎么样啊？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。恭喜江老板，恭喜江夫人，母子平安，是个大胖小子。若云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傻子，哭什么？孩子满月那天，我们家大宴宾客，
来的人挤满了整个院子，有街坊邻居，有生意伙伴，甚至还有几个跟柳尚书不对付的言官。恭喜江老板，也替我们给柳大人到货，添了个乖外孙。尚书府那边毫无动静，就在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。文修远，他因为得罪了权贵被贬了官，如今只是国子监里一个小小博士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没有半点同情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有些东西错过了，就是一辈子。你看到他了？谁？哦，那个小白脸啊，看到了。你不生气？有啥好气的？俺现在有媳妇儿有儿子，忙着乐了。若云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，当初做错了花轿。不客气。我也谢谢你，当初进对了洞房。一晃眼，我大侄子江念云都能满地跑了，江记美食坊也开遍了京城大街小巷，成了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品牌。我哥江山彻底从一个粗鄙的屠夫转型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是性本善，念云。而创造这个传奇的女人，我嫂子柳若云，却深居简出，甘愿做我哥背后的女人。好喝，太好喝了！我媳妇儿做的汤，全京城第一。我不喜欢外面的喧嚣，我只喜欢家里的烟火气。小妹，嫂子，你这辈子有没有后悔过？后悔啊，后悔当初怎么没早点做错花轿。又一年冬天，京城下了好大的雪，我带着我的孩子回娘家探亲。看，爹厉害吧？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阴差阳错的雨天，一场啼笑皆非的错误，却成就了一段最美的姻缘。或许，这世上最好的安排，就是阴差阳错。